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和大家聊聊易学中的八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。讲到八卦，大家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联想关键词呢？我想肯定是离不开太极、阴阳和五行这三个词的。哪怕是不太了解易经的人，在听到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这句话的时候都不会太陌生，感觉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记忆和传承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聊什么是先天八卦，什么是后天八卦。为什么说五行、太极和八卦这个词密不可分呢？首先，何为五行？往来天地之间而不穷者，谓之行。五行即为运行在天地之间的五种气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说的是古人认为世界是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相互作用，产生了万事万物的变化，本质上是对自然界的认知论。而何为太极？太是过于、很的意思，极是无穷无尽的意思，太极即为无限之意。古人认为宇宙中的时间、空间和物质都是无极的，本质上也是古人对现有环境的原始感知。八卦是周易体系中的一个基础，上承阴阳五行之理，下生864卦。先天八卦是由伏羲氏观察自然界总结出的8种自然现象，即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所以说，先天八卦就是自然界中8种自然现象的反应。正如《系辞传》中说道：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所以说，先天八卦和五行、太极均为古人对已经存在的事物、整个宇宙本源的原始认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先天为体，后天为用。这个体就是指本体，指客观存在的物质。不管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，八卦的形状、人物类象以及所代表的自然现象都是一致的，只不过是起源、卦数、方位和作用不一样。所以首先我们得了解八卦的基础知识。那么首先我们就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这句话作为切入点。太极生两仪中的两仪即为阴阳，两仪生四象中的四象用符号表示即为老阳、老阴、少阳和少阴。早上太阳刚升起，不是很热，但阳气上升的状态，此为少阳。中午太阳最晒的时候，阳气达到鼎盛，此为老阳。下午太阳西沉，阳气渐收，此为少阴。到晚上太阳落山，阳气消耗殆尽，此为老阴。把四象放入宇宙中，即表示时间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空间的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动物中的龙、凤、麟、龟。四象生八卦中的八卦，则是在四象的基础上演变而来。卦序有云：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意思是有了天地自然，才会产生万事万物。天地是万物的父母，而乾卦为天，坤卦为地，乾坤即为64卦的父母。乾坤二卦阴阳互济，阳求合于阴得男，阴求合于阳得女，可以用父母生六子的方法来记忆。母所父一阳得长子正，所二阳得中子坎，所三阳得小子艮，父所母一阴得长女巽，所二阴得中女离，所三阴得少女兑。乾卦为纯阳，父亲；坤卦为纯阴，母亲；正卦为长男，坎卦为中男，艮卦为少男，巽卦为长女，离卦为中女，兑卦为少女。我们中国人常说儿子长得像妈妈，女儿长得像爸爸。根据卦象也可以看出，儿子的卦象和母亲高度相似，而女儿的卦象则和父亲高度相似。说卦传有云：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搏，水火不相涉。这句话也表明了八卦代表了8种自然现象，分别为乾为天，坤为地，正为雷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巽为风，离为火，兑为泽。先天八卦又被称为伏羲八卦，其卦位和卦数如图所示。先天八卦用的是合图数，分别为1乾、2兑、3离、4正、5巽、6坎、7艮、8坤。在实际预测中，先天八卦多用奇数，所以这些数字一定要牢牢记住。在先天八卦的图中来看，相对应的2个卦正好也是阴阳相对的。
乾坤相对，老父对老母，天地定位；正巽相对，长男对长女，雷风相搏；坎离相对，中男对中女，水火不相射；艮兑相对，少男对少女，山泽通气。且相对应的两个卦数之和均为9，那有什么好的记忆方法吗？其实是有的，并且是我们家庭人伦状态的直接展现。如果在正离及坎巽之间分界，把八卦图分为两半，上部恰为老父率三女，下图则为老母率三儿，且小儿子和小女儿都在中央，与老父老母贴近，说明在一个家庭中，最小的孩子反而是最受宠的。长男和长女虽然不居中，但也靠近父母，唯独中男中女远离父母。中国传统家庭大部分也是这样子的，中间的孩子是最不受父母宠爱的。父母老了，不是跟着老大就是跟着老幺，很少有跟着老二的。按照这种记忆方法，先天八卦的位置图很快就能记得下来。记住了先天八卦位、先天八卦数就好记了。左侧为1、2、3、4，右侧为5、6、7、8。那八卦的符号又该怎么记忆呢？八卦既为单卦，是由3个阴阳爻组成的卦，故又称三化卦或元卦，其实是由口诀来记忆的。乾3连，坤6断，震养鱼，艮复晚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兑上缺，巽下断。那应该怎样去理解呢？首先，乾3连很好理解，乾卦就是由3条相连的实线阳爻组成的，坤6断则是由6条断开的虚线阴爻组成的。震养鱼底下一横是实线，上面2横是虚线，就像是一个放在桌面上的杯子。艮复晚，上面一横是实线，下面2横是虚线，就像是倒扣在桌面上的一只小碗。离中虚，中间一横是虚线，上下2横是实线。坎中满，中间一横是实线，上下2横是虚线。兑上缺，上面一横是虚线，下面2横是实线。巽下断，下面一横是虚线，上面2横是实线。这就是口诀的实际运用和理解，联想起来就会很好记忆。我们学地理时，老师和我们说了一个记方位的口诀：上北、下南、左西、右东。但是在易经中却是上南、下北、左东、右西，刚好和我们一直以来的记忆方式完全相反。所以在先天八卦的方位中，乾为南，坤为北，离为东，坎为西，兑为东南，巽为西南，震为东北，艮为西北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方位排序呢？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先天为体，这个体就是代表自然界客观的存在。太阳从东方升起，而离为火，也代表了太阳，所以居于东方。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，大江大河等水源都是自西向东流出，所以坎为水，居西方。乾是火的精华，也代表炎热。中国南方等地区，例如海南、广东等地，夏季奇长且气候炎热。乾为天，正南的天最高最远，所以乾居南方。坤为地，也代表寒冷，越往北方天气越冷，并且在北方的土地辽阔多平原，也代表了大地所属的方向，所以坤居北方。艮为山，西北的山多而高，例如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金山、祁连山等等，所以艮居西北。震为雷，也为木，说明东北方向森林是最多的，例如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等，所以震居东北。巽为风，也代表花卉，说明当时草芥花卉多生于西南方向，例如云南等地气候就非常适合植物生长，所以巽居西南。兑为泽，也代表大海，水从西向东汇入大海，所以兑居东南。而在八卦中，乾卦代表天，坤卦代表地，离卦为火，也代表太阳，兑卦为泽，也代表月亮。在我们传统文化中，天地日月是和江山社稷、君王权力息息相关的，所以北京的天坛、地坛、日坛和月坛4大皇家祭祀园林是和先天八卦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。在南北中轴线上，皇城的南门为承天门，又称天安门；北门为地安门，又称后在门，也是按照先天八卦即乾南坤北来规划的。于城中开挖河道，按照先天八卦，所谓山泽通气，内外金水合，以实现北京城和天地相通的布局。
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一期视频来聊聊后天八卦。如果你也对易学感兴趣，欢迎留言讨论。